嗯，对，今天的构图是，四肢整张，然后是个江南水乡，春天的啊，有桃花、小船，然后这是一种，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泽字形构图，对吧？它的主要景物都在左边啊，都在左边。看我们这个画之前，把笔洗干净，洗完干净以后，笔尖调墨。有同学常问，这个墨怎么调，对吧？看每次开始之前，先给大家讲这个调墨的问题。笔尖调墨，笔尖调墨，对吧？调完以后啊，由近景的山石开始画起。你看啊，对吧？有近景的山石先画起，先勾出山石的轮廓线。你看啊，哎，先把这个山石的轮廓线我们勾出来。勾出来以后啊，你看勾完轮廓，我们先分，对吧？先分里边的结构，你看，哎，先分出它的里边的块面结构，就我们常说的啊，十分三面，你看，对吧？十分三面，先把山石的这个结构分出来，一二三，对不对？勾出来，你看，对吧？先把这个山石的轮廓结构简单的分出来，分出来以后啊，然后我们的明暗，对不？山石的明暗，皴擦，皴擦体现出来。到我们前面这个，对吧？前面这个面的时候，你看，我们就用干笔，哎，左右，左右去皴一下就可以。笔中的墨，看啊，现在我们笔中墨用完以后，对不对？看用完以后，我们再重新调墨啊，在笔尖再调墨，调墨，然后再画山石的暗部结构，你看对不对？山石暗部结构是不是很简单的？我们一组小石，这个近景的山石画出来，看向后去延伸，向后去延伸。对，向后延伸的时候，你看它是在，因为在后面的这个被前面山石遮挡的地方，我们看不到，对吧？只看到它能，哎，我们眼能看到的地方，这它的结构，处理一下就行。你看，就处理这个左边的结构，你看处理左边那个小结构，哎，山石的前后关系，对不对？用我们这个结构线后面去皴擦，这样去体现前后的关系。你看，对不对？用这个暗部结构去衬托前面亮的结构，对吧？这样互相去衬托啊，互相去衬托。你看画的时候，一个是我们线的运用，一个是线的运用，再一个就是我们墨的这个运用。你看啊，它这个线的变化有粗有细，对不对？有湿有干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它在这一组山石里边，把线的这个粗细
转折变化。哎，墨的深、浅、湿、干，对不？都能再体现出来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开始画的时候，哎，一定要把我们这个线，对吧？多练一下，哎，多练一下线的这个变化。哎，你看线的这个粗细，哎，干湿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把这个线的这种变化要掌握一下，哎，多练一下这个线的变化，然后就是墨的变化，墨的浓淡干湿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一定要多掌握一些。像我们中国画来说，哎，主要是用线和墨去体现，不管山石、树木，哎，都是需要我们用线，这个线的粗细变化、转折，对吧？提摁去体现，去表现这个物体啊，表现这个物体。按下一个小的台阶画出来，看这一组山石。哎，我们近景呢？你看，我们是画的春天的一个江南的这个景致。哎，我们需要点缀一些桃树啊，哎，小桃树。画桃树的时候，我们前面的课上也讲过，哎，用笔呢，对吧？可以重一点，用墨稍微重一点，哎，稍微重一点。哎，这样画的时候，哎，用墨，哎，稍重一点，然后树干，你看啊，我们画这个桃树的时候，对吧？哎，它这个小枝是那种短粗，看啊，哎，它的小枝，哎，比较短，然后呢，稍微粗壮一点，对吧？画的粗壮一点，哎，先画一组，看啊，完成一组以后，哎，再画，也是由前向后画啊，先画靠前的这一组，我们再画后面的啊，哎，看，注意它树的这种外轮廓的这个变化，你看啊，画完，看画的时候，让这个主干，哎，让它粗壮，让它粗壮一些。然后呢，墨，你看啊，我用的墨，哎，是不是，哎，相对来说比较重啊？哎，用墨稍微重一点，哎，稍微重一点，哎，过来。你看，我们画这个树的时候，如果一棵树、两棵树，哎，要注意它什么？哎，注意它前后关系。哎，要注意它的前后关系，怎样去穿插？你看，注意它穿插折挡的关系。下来，你看啊，
哎，是不是画的？哎，就比我们这个前2年画的那个树木，对不对？要粗短，你看它的树形，哎，相对来说，比我们平时看的松树啊、杨树，哎，是不是要粗短，要矮一些？哎，要矮一些。哎，看前面这一组，哎，前面这一组我们完成以后，哎，后面呢？你看对不对？下边是被前面树干遮挡的地方，哎，我们只画出后边树头这一部分，哎，你看，哎，这一部分画出来就行啊。哎，看，哎，画出一组来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画出这一组，看我们这个树干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啊它的树干是不是和我们平时画的这个，昨天画的那个松树，对吧？还有那种夹叶树、点叶树，它的树形是不是有变化？哎，我们画这个桃树的时候，哎，就勾的树干，还有我们小的树枝，对吧？哎，出枝短一点，哎，比较粗壮，你看比较粗壮。哎，静静的，哎，我们把先静静的完成这个构图，我们泽字形构图，对吧？它都是在左边，对吧？这个景致都是在左边这一块啊，然后右边呢，稍微来说东西比较少，比较虚，哎，实景的东西都在这个左边，哎，就站在左边那个位置。看我们近景的完成以后啊，下面画中景的山石，你看啊，看我们前面这个山石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勾完轮廓线，勾两边的3个结构勾出来，到后面你看俺们后面画这个小的山峰，哎，小的山峰，哎，先勾结构，哎，先把大结构勾出来，你看啊，大结构勾出来，勾完以后，里面小的结构，你看，哎，小的结构处理一下，是不是也分出？看外的轮廓我们勾出来，里边前面结构对不对？看前面、左边、右面，哎，先把这个山石的这个块面结构3个块面结构，哎，分出来，分出来以后，在我们的结构线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哎，在这个结构线的地方，哎，向下去村，哎，向下去村，哎，先处理两边，就是两边凹进去的这个，就是凹进去的这个结构，我们先村出来，哎，先村出来。
剩下就是我们比较靠前的这个亮部结构，对不对？看亮部结构，哎，用这个侧锋，看啊，用侧锋向下，哎，寸两笔，对吧？我们前面这个结构啊，前面结构寸的稍微少一点，不要太多，对吧？它相对来说它是比较靠前的一个这个结构，哎，这个结构处理的少一点。你看我们后面的结构，你看啊，后面的结构可以多一点，哎，让它尽量把两边的结构按下来，你看对不对？哎，把两边结构哎这样按下来，哎向后，哎再处理一个结构，你看啊，下来，哎，到山脚以后，看啊，对不对？到山脚以后，我们安排什么呀？哎，南方的常见的那种水田，哎，我们可以安排在山脚的下面，哎，安排水田，中锋过来，你看，哎，中锋这样去勾，哎，勾出水田。勾的时候，我们下边这个结构，对吧？不能勾成一个直线过来，一定要有它一个，就是说参差不齐的这种变化啊。哎，你看，哎，勾个水田，在后边，你看啊，山峰下边呢，哎，小的坡岸，哎，小的坡岸，我们在这个坡岸的上面，我们安排建筑的时候，对吧？哎，先要看建筑在什么位置，哎，先安排一个小的这种坡岸过来，哎，看把这个近景的这个坡岸先画出来，对吧？先画出来，再画前面的啊。你看近景的这个桃树，近景桃树，我们远处呢也安排两组，和我们前面的桃树，哎，呼应，有个呼应，哎，对，前后的呼应关系。到后面我们画的树，对吧？可以小一点，可以小一点。嗯，你看这样啊，哎，它和我们前面的树，哎，有点区别。你看近景的树稍微高一点，大一点。哎，到后边，哎，我们画这个桃树的时候，哎，要小一点。就是我们讲的啊，近大远小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看这个自然界的这个景物的时候，也是啊，对不对？近处的大，远处的小。哎，然后啊，安排建筑，安排小房的时候，先起坡顶，对吧？先起房顶，哎，先把房顶勾出来，勾出来以后啊，
再安排山墙，然后正面结构，你看这样去画。哎，先把房顶画出来，对不对？画出房顶儿，哎，画这个山墙，侧面山墙，然后再画哎正面结构，哎这样去画。就说我们画点景的时候，小房的时候，你看每次画的时候，你先记住啊，先把房顶画出来，哎，先把房顶的结构，哎，先勾出来，哎，先勾出来，安排了房顶，我们再安排侧面这个结构，再安排正面结构，你看。每一次我们画这个建筑的时候，哎，你就按这个顺序来画啊，来顺序来画，先画顶部，哎，侧面山墙，正面结构，每一个啊，每一个小房子先把三个结构，基本的三个结构处理出来，就是说这个房子比较一看就是比较完整，然后再说就是我们的透视关系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透视关系。我们是点景的，都是它不是说主要是以这个，对吧？建筑为主，它只是个点景的，所以说你只要把透视舒服就行，对吧？透视舒服就行，不要差的太多就可以。哎，过来，你看啊，哎，我们就是像河面，对吧？它有这个台阶下来，哎，它有台阶下来，哎，侧面呢小土坡勾一下。哎，哎，小土坡勾出来，哎，勾完以后啊，勾完以后就下面就是我们哎房后的哎这个小桃树，你看哎勾这个房后的小桃树，哎中锋去勾，哎房前房后，你看要把我们这个你看要表现我们春天对不对？表现春天桃花盛开的话，哎要安排它房前房后，哎这种桃树掩映它这个我们这个小村庄。哎，这样它的春天那种氛围，哎，我们才能表现出来。你看是春天，哎，过来，对吧？哎，哎，注意它的嘛呀，就是我们这个树丛要注意它的高低错落的变化。你看高低错落的变化，哎，有高有低，有前有后，哎，这个一定要在我们勾这个小树枝的时候，哎，你要有前后关系。心里要有数啊。我们勾前面的，后面，哎，哪棵树高一点，哪棵树低一点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勾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哎，哪棵树是前面的，后面，对吧？高一点，低一点，对吧？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变化，前后高低的错落变化。
哎，我们前面的小村庄，哎，完成以后，你看，它要后边，哎，安排一座山峰，哎，安排一座山峰。我们看画这个，我们构图的时候也要注意，你看山的后面，对吧？一个是就是我们小山峰的后面，一个是不要说是空的啊，然后后边不要有瀑布，哎，一定要注意，我们构图的时候要注意啊。哎，勾出轮廓来，你看啊，勾出轮廓里边结构，哎，分出简单的结构，看大轮廓勾出来，哎，里边结构分结构的时候也是啊，前面这一部分，对吧？先凸出来，然后左边右面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这山石凸出去来的地方，然后后面的结构，为了表现山石凹进去的这一部分，你看勾完以后，寸的时候啊，哎，在这个结构线的后面，你看，哎，在结构线的后面，我们去村，哎，村下来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村了以后，你看这个地方，我们加村的地方是不是？哎，这就是山石，就是暗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说的凹进去的地方，它就是相对来说光线照不到的地方，哎，比较暗，我们就用这种村去表现啊，村去表现，看，哎，看，这就是我们村完以后，你看是不是山石比较明显的地方？看鼓起的地方，哎，这就是留白的地方，哎，然后村的这个多的地方，你看我们加了村的地方，哎，它就是凹进去的地方，哎，我们用这个，哎，黑白，对不对？用黑白来表现山石的这个明暗结构。哎，到正面以后，你看啊，到前面这个鼓起来的地方，哎，用侧锋，你看啊，用侧锋，哎，向下把笔侧过来，哎，向下，你看，村两笔就可以，哎，催两笔就可以，哎，这是我们亮部这个结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鼓起来的亮部结构，哎，稍微的村少一点，不要太多，哎，少一点，这样就能把这个山石的这突出凹进去的这个，对吧？这种关系，哎，就能体现出来，哎哎，凹进去的地方下边，你看侧锋，哎，侧锋下来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啊，哎，那种斧劈村，斧劈村用侧锋用的，就是说用侧锋去表现，哎，用侧锋去表现，完成了啊！你看这是一组，哎，向后它就山峰，哎，向后去延伸的话啊，这样去表现，嗯，哎，先有暗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它肯定是先有暗的地方，暗的地方
我们看村的稍微多一点。哎，你这个要想表现，就是说我们要想表现山是暗的地方，哎，我们就加的村多一点。哎，加的村多一点，你看对不对？它就是很明显，一看就是啊，这是光线照不到地方，它就是相对来说这一块结构比较黑，对吧？它就是山是暗的地方。哎，向上，向上处理结构，你看，哎，它向上延伸的话，哎，它山峰向上延伸的话，哎，有亮部，你看这是突出的山突出的地方，哎，它这个就是我们山谷的地方，凹下来凹进去的地方，哎，凹进去地方，然后到后面呢，它有山峰向上去走，哎，这就是我们哎光线照到的地方，对吧？它就稍微亮一点。您看到下面呢，哎，它又是光线照不到地方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大一点的笔触，你看啊，大一点的笔触，哎，你看把这个凹进去按下来的这个结构，大家用大笔触处理一下，我尽量把这个明暗的这种关系，哎，对吧？处理的明显一点，哎，明显一点。你看，对不对啊？你看放大了，你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凹进去的地方，我们让它稍微墨重一点，黑一点，对吧？按下来，哎，看，然后啊，山峰过来以后，它向右向上啊，向右上去这个向上延伸。哎，我们可以用什么？也可以用山脉去这个衔接，也可以用什么呀？也可以用云去衔接啊。你看向上的这种结构，哎，到远山的时候啊，哎，结构少一点，哎，结构少一点。哎，常讲，对吧？远山无村，远树无枝。哎，到远处的山峰，哎，结构，对吧？简单一点，哎，村的也少一点啊。然后中间，对吧？让什么去连接呢？让云去衔接啊，用云去衔接前后山的这个关系。哎，向上过来，哎，看构出结构以后啊，哎，构完结构，哎，把下边续下来。前面的你看我们勾的时候，这个村的哎比较多，哎，到远山的时候啊，你看我们画远山的时候，哎，勾出结构，对吧？不要村那么多，有的你看，有的山峰远山，你只勾结构啊，哎，不村，哎，不村，上面续下来，哎，让它直接续下来。
哎，给它续下来。小的山峰，看啊，后边小的山峰，弹幕，哎，直接勾一个结构就可以下来。哎，下边就是我们需要哎云的地方，对吧？远山和我们这个主山用云去衔接，哎，用云去衔接一下。哎，上面这个植被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用什么呀？哎，可以用这种，哎，用这种泼墨的方法，哎，泼墨的方法去代替啊画这个植被。哎，过来，哎，笔中有点淡墨，哎，我们就用这点淡墨把这个局部，你看，把局部我们稍加一点淡墨。哎，上来一个小的结构，哎，小山峰下来。这个山峰的时候，看我们就用这个淡墨，哎，染出一个小山峰来。嗯，稍加个小山峰。你看我们画这个江南水乡，对吧？然后船，对吧？点景的，哎，船比较多。我们先画，哎，先画这个中间的这一部分小船啊，哎，先画这个小的船只。哎，你看啊，画小船，中锋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勾线的，用个勾线的这个小一点的毛笔啊。那我们先勾一个小船，勾这个小船的时候，和我们勾这个小房子都一样，用笔呢一定要干一点啊，不要太湿，稍微干一点。哎，先勾船棚，嗯，先勾船棚。哎，哎，先勾船棚，再勾上面的船身，然后船舱淡墨染一下。哎，过来，哎，勾完这个桅杆啊，先勾桅杆，然后我们再勾船帆，这是落下来的船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也是这个挺薄的船，哎，挺薄的船它就是这个船帆，都是落的船帆，落下来的船帆。看，过来，对吧？画完船身啊，画完船身完成以后，画完船身完成以后，我们先画这个桅杆，哎，然后再画船帆落下的船帆，哎，看这样去画啊，你侧面，嗯，从侧面也画一点小船，点缀一下，哎，画船头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常讲啊，船头让它翘起来一点儿，哎，翘起来一点，
哎，然后我们近景的，对吧？在我们这个大面的水面上，哎，我安排一个点景的人物啊，划船的一个啊，哎，划船的一个人物，我们画在这个水面上，这宽阔的水面上。画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常讲先画什么？先画这个人物，对吧？先把这个点景的人物勾出来，哎，先勾出来。他这个动作啊，你看，我们撑船这个动作，对吧？他这个上身让它稍微倾斜一点，你看啊，哎，稍微有个倾斜，哎，稍微有个倾斜，嗯，稍微有个倾斜，这样好，感觉就是他正用力去撑这个撑杆，哎，对不对？画完这个点景人物以后，我们再安排这个船，先画船舱，勾出来，先画船舱，然后船身，哎，船头对不对？看船头要翘起来一点啊。我们常说，哎，船头在哪儿？船尾在哪儿？有的同学，哎，分不清。哎，你看船头让它翘起来一点，船尾呢，哎，稍微平一点，哎，这样稍微平一点。哎，勾完结构，看勾完这个船身的结构，我们再铺船板，然后船舷，哎，船舷的位置勾出来，哎，船舷的位置勾出来，把船舱，哎，稍染一点淡墨，哎，稍染一点淡墨。看结构，你看上面后边，哎，一个船舵画一下，哎，然后就是它的撑杆啊，你看这个结构，你看撑杆啊，由上向下斜着穿过来，哎，这样去，对吧？先把人物安排好，安排好人物，然后我们再安排船，对吧？你把人物安排好了以后，才能画这船啊。哎，我们画一下这个船篷的结构，这种芦苇或者芦席编的这种哎船篷，哎，稍画一下。看完成以后，你看下边就是我们画倒影，画倒影也是啊，淡墨。你看到人物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画倒影的时候，哎，把笔侧过来，哎，把笔侧过来，用笔锋啊，看，用这个笔尖这一块啊，笔锋这一块，对吧？这是我们船的位置，船的位置，画的时候，哎，向下，你看，哎，这样去画倒影啊。哎，让它这个倒影呢和我们的船身
留有一定的距离。你看下来，对吧？这个船身和我们的倒影，对吧？要留一点距离啊，不要紧擦着紧贴着这个船身去画倒影，哎，一定要留出一个空间，留出一个小的空间。你看啊，这船身，对吧？和我们倒影中间留个小的这个空间。远处的倒影，小船儿，对吧？哎，倒影。这样啊，你看我们远山，对吧？山的倒影画一下，也是啊，侧风，你看侧过来，淡墨，哎，这样去画，看，哎，下来，看我这也是啊，你看我们水田，对不对？画的水田的倒影，也和我们这个也有一定的空间啊。也有一定的空间，它也没有紧靠着这个结构线去画倒影。下来，山脚的地方，对吧？山脚地方可以用淡墨，稍加一点。这个勾线笔就是我们常用的那个小的这个勾线就可以啊，小的勾线。这个空间你看啊，我们上颜色的时候为什么留这空间？上颜色的时候，这个很自然流出一种水光，哎，对吧？流出那个倒影的这种水光流出来，是这样的。你看到上颜色的时候，你就能感觉出来啊，这一块它有这个水光，这个出来了比较亮，透亮这一块为了我们以后上色的时候方便，对吧？上色的方便，然后这一块上了颜色以后，它和上面这个倒影和上面的颜色，它中间对吧，留出就空白的地方，它一个是颜色不容易融在一起，还有它就是能表现这种这个水光，就是那个为那个啊。我们上色啊，上色之前，哎，我们先上什么颜色？哎，我们先上赭石。你看啊，你看画春天的景致，对吧？要画春天的景致，都是以小青绿或者是浅绛偏小青绿的一种着色方法。着色方法，它这个在上三青三绿之前，我们都要打底色。打底色，它这个时青时绿，它的覆盖力，它颜色是实色，覆盖力比较强，所以我们要用底色做个衬托，做个衬托。我们先用什么？先用赭石，看啊，赭石、藤黄，赭石、藤黄，挑一个颜色。看这个赭石，你看为什么不单次用赭石？因为赭石它的颜色，对吧？太亮。我们加一下藤黄，加上藤黄，让它柔和一点。让它柔和一点。
你看，看一下啊，哎，调成这个颜色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调成这个颜色，哎，调个这个颜色，让那个赭石，对吧？让赭石和藤黄给调到一起，然后让它稍微融合一点。这个颜色呀，不像那个你要单纯看，这是我们单色的赭石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是不是特别红，对吧？特别红。所以说我们稍加一点藤黄，让调的颜色柔和一点。哎，上在什么地方啊？你看啊，上在我们皴擦的地方。哎，我们常讲，开始上小青绿的时候，对吧？都是上在我们这个山石皴，对吧？你看皴的地方，上到这个地方啊，上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留白的地方，你看这是留白的地方，留出来要上别的颜色啊。哎，你看啊，上来一点，上到这儿啊，哎，上到这个地方。哎，上到这儿啊，你看我们把赭石，大家知道不知道是上在哪儿？对不对？就上在哎暗的地方来一点，上这儿啊，这个小路的地方，小山道的地方，你看也用这个浅的赭石染一下，稍染一下。染到这地方，你看，哎，上来一点，来一点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我们赭石上在山石的暗部，哎，大家记住啊，上在山石的暗部，然后你看我们到后边啊，到后边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哎，也是在山石我们皴擦的地方来一点，哎，来一点，你看这个地方对不对？你看我上赭石，对不对？哎，上到这个地方，哎，可以，我们这个染这个腐皮皴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可以按这个我们皴的这个方向，哎，去上赭石色，这样去染。哎，到远山啊，你看到远山来一点，哎，稍微来一点。到远山我们对吧？远山以后，它的颜色让它稍微发一点灰色和蓝色，对吧？到远山以后，哎，远处的颜色，你看我们大自然中，你看远山，对吧？雾蒙蒙的，它也是发一种灰蓝色。所以说，我们到远山的时候，赭石上的不要太多，哎，不要上的太多。哎，这是赭石，哎哎，把赭石，哎，我们需要上赭石的地方，哎，全都让它
你看，我们通染一遍，用赭石啊，通染一遍。来一点，你看，来一点。上完以后，对吧？看我们啊，赭石上完以后，下面啊，我们要上这个亮部这个颜色，就是我们看赭石，对不对？上完了以后，我们亮部是不是还有留白的地方？哎，这样我们上什么颜色？花青，你看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花青、藤黄，赭石对，赭石里边加的藤黄啊，赭石里边加了点藤黄，因为它这个赭石颜色，你看这是用赭石的颜色，大家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它特别红，特别红。哎，我们花青里面稍加一点藤黄，调一个浅绿色啊，哎，调个浅绿色，哎，上在我们留白的地方，来一点，你看，哎，上来一点，哎，把我们赭石上了赭石以后啊，看留白的地方，上来一点这个浅绿色啊，上来点浅绿色。你看我这个以前我用那个染色的时候，对吧？小青绿也是用赭石，哎，但是上了赭石以后啊，它的颜色它就是发一点怎么说呀？它那个颜色单的赭石颜色现在它颜色比较燥，对吧？它不像你加了藤黄以后，哎，你稍微加了点藤黄，它的颜色呢就是比较柔和一点啊，比较柔和一点。所以后来我加赭石，赭石里面都加一点藤黄，这样调的这个赭石啊，哎，比较柔和。你看它就不像你单独的那个赭石，特别跳。哎，浅绿色上一点，来一点。哎，上颜色的时候啊，你看我们上颜色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个颜色呢水分加的多一点啊，不要太干。你看我上颜色对不对？你看水分很大啊。哎，我们上颜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太干颜色。哎，到远山的时候，哎，我们不要用这个浅绿色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到远山的时候，淡花青，你看啊，淡的花青，哎，去染一下远山。你看，我们画这个颜色上颜色，一定要注意，我们随这个墨的变化，颜色也要去变化。我们一直强调上颜色，对吧？随类赋彩。哎，你随着墨重，颜色要重；墨淡呢，对吧？我们颜色也要浅，一定要记住这个啊。暗部，你看啊，暗部花青，哎，用花青染一下。
下面就是我们这个桃树的一方，桃树那方用曙红，你看啊，你看曙红，白色啊，加点白色。刚才用的颜色嘛，你看啊，我们用曙红、白色调一下啊，调一下，你上来一点，你看啊，点的时候，哎，曙红、白色，哎，你看啊，调成一个粉红色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调成粉红色，点在我们这个小枝的上面，你看啊，点在这个位置啊，点在这个位置，哎，你看，让这个树头的地方，颜色呢稍微的重一点，你看啊，稍微重一点，稍微重一点，你看啊，就点在我们小树枝密的地方，你看，就点在这个地方，点在这个地方。点的时候也是，你看它水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的水分是不是比较多？要多一点。点的时候不要太干，就它印出来也没事啊。你看印出来也没事，让它自然印出来。上来一点，你看就点在我们小的树枝、树头、小枝多的地方。先点一遍，我们先用这个调的曙红和白色调的这个粉红色，先点一遍啊，先点一遍。这一遍点的时候不要太重，不用太重，因为稍等一下，我们再点一遍重一点的颜色。先用这个稍微大一点的颜色点一遍。可以，可以用点子笔去点，都可以。这是个四时整章的，我们今天画的也是个四时整章的啊，四时整章的一个生宣的。刚才的颜色，你是说这个绿色的，还是说我们这个现在调的这个桃红的颜色？看啊，还是啊，后边的也是啊，后边这个小桃树也用这个颜色，点一遍，稍点一遍，绿色啊，这个绿色我们用那个花青和藤黄，花青藤黄调的这个浅绿色，后边点一点，也是啊，也是这个颜色，曙红，还有白色调在一起调的这个颜色，我们这样去点。如果有点子笔也可以，
也可以用。点出来。先把这个桃树大致的形状，我们先点出来。然后我们这个草坡的地方，你看草坡的地方，我们又上颜色，就是我们这个水田。这个地方也用这个浅绿色，你看啊，浅绿色，我们花青，花青和这个藤黄调这个浅绿色，一点点就可以啊。染在我们这个水田的地方。少来一点。少来一点。对，这个绿色是花青加藤黄。如果你看啊，我们调颜色的时候，你那花青，如果多一点，你看花青多一点，比如说你调的时候，你花青多一点，藤黄少一点，它调的颜色呢，就是说我们说的那种老绿色，就是说绿色比较沉、比较深，比较深。你看，我们调一个，你看，如果花青多的话，对吧？花青多，它调的颜色就发这个深的这种绿的颜色。你藤黄多一点，藤黄多一点，它调的这种就是说一种浅绿色，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浅绿色，是这样的啊。我把这个匀的地方，需要处理匀的地方，用清水打湿一下啊，稍打湿一下。就需要我们，这染匀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稍微用清水打湿一下。上来一点。打湿了以后啊，你看，把我们上面这个，浮水，就是说，你看喷湿以后，对吧？它的水分比较多，我们用，这种废的宣纸，稍吸一下啊，稍微吸一下。稍微吸一下。让我们画远山啊。花青，我们画远山要用花青。大墨，花青里边啊，稍来一点大墨，调成一个墨青色。稍来点墨青色。调成墨青色以后啊，画远山。下来，你看啊，笔尖我们蘸颜色，笔尖蘸颜色，让它虚下来。让它虚下来。染匀，你看啊，我们染匀的时候也用这个花青色啊，花青调的这个大墨，我们去染匀。先染匀啊，先由近处的染起，你看啊，
先把近景的云染一下。处理一下。山脚下的这个云，我先用这个淡的摸青色，稍染一下啊，稍染一下，让它虚下来。让它虚下来。对，抹干了我们再去喷水。这个喷水为了这个渲染云的方便啊，你看我们打湿了以后啊，你现在去染云的话，对不对？你看处理云的时候，它比较方便，也易于我们渲染。你看，对不对？易于我们后期的这个渲染，对云的湿染法。对，我们常讲云的这种干染法、湿染法。现代的这个啊，我们要画现代山水的话，你看我们今天画的这个现代山水来说，它这个用这个湿染云的方法用的比较多，我们传统的时候啊，画传统画的时候，它的干染云的法用的比较多。我们现代山水你看，用这个湿染法用的比较多，它能把云的这种一个变化，能体现出来。也方便我们去表现，对吧？你看，这是云的表现方法，对不对？湿了以后，看你湿了以后，我们随时能调整。你看它，如果你干笔的话啊，它一个是我们笔触你处理不好，特别乱，显得特别乱。然后你过渡的时候，你看颜色的过渡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样湿的时候，它过渡的比较自然，由深到浅。它的过度变化，颜色的过度变化。对，云和雾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啊，方法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画云雾的时候，你看啊，画云雾的时候，你的颜色呢，对吧？不用体现它这个云的这种动态，不用体现。你看，如果画雾的话，你就直接虚出来，用颜色把那个云雾气的那种感觉画出来就行。但是你要画云的话啊，它就要体现有这个云层厚的地方，有薄的地方，对吧？你要体现云层的这个变化。云雾它没有这个深浅的变化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如果靠近山的地方，云层厚一点，对吧？你可以在颜色上稍加一点颜色。那云层薄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看中间云层薄的地方，我们就用淡的颜色去处理。它的云雾，它云的这个薄厚的变化，你要画出来，你要画出来。你看啊，下面就是我们水面的地方，水面的地方，这个水面花青啊，我们用花青，还调这个绿色啊，花青藤黄，还调这个绿色，
我们要画水面的话，画水面的话，稍加一点三绿，稍来一点三绿。你看啊，我们先染这个水面，对吧？你看啊，这边水面，来一点，把近处的啊，近处的水面上一点这个淡了的绿色，淡一点的绿色。把我们这个空白的地方，稍来一点这个绿色啊，稍来这绿色，来一点，上来点绿色，让它上面是淡的啊，看上面是淡，越来越淡，你下边稍微颜色重一点，这样的。你看，这是我们打湿了以后啊，你去染水面，对不对？染水面的时候，你看由上向上，由下向上，它颜色过渡，对吧？你打湿了以后，对不？它过渡的比较自然，由深到浅，过渡的比较自然。然后倒影，你看啊，然后我们画倒影的时候，画青还是画青，对不对？画青淡墨，画青淡墨，画倒影，下来，你看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留白的地方，它很自然的显出一个水光，也就是我们水面反光的这个地方。这样去画，倒影画下来，倒影，下面啊，画完倒影以后，这就是我们要上这个三绿的地方，三青三绿的地方，三青三绿啊，我们先上三绿，三绿，来一点橙黄，三绿里边稍微来一点橙黄，三绿。三绿色，看我们上在这个山石的亮面啊，山石的亮面就是山的高光的地方，你看啊，上在这个地方，三绿，橙黄，上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啊，上在上的第一遍我们上什么？上这个浅绿色的地方，
对吧？来一点啊，来一点3绿，加一点藤黄进去，一点啊，藤黄不要加的太多，来一点，你看，在这个地方，哎，少来一点啊，看，少来一点3绿，藤黄，哎，山顶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山的地方来一点，哎，少来一点。这是我们上小情侣的方法，对吧？有底色的地方，我们有浅绿打底的地方，上这个3绿色啊，哎，上这3绿色，来一点，我们上这个浅色，就是上浅绿的地方，用3绿去覆盖啊，用3绿去覆盖。我们这个水田，你看啊，水田用3绿，哎，用3绿去再上一下，用3绿上一下。来一点，看，哎，这上3类的地方，哎，我们把这个，对吧？我们上了这个浅绿色的地方，哎，我们用3绿去上一下啊，来一点，哎，少来一点。你看颜色，你觉得啊，上了一遍以后啊，颜色觉得，哎，我觉得颜色浅啊，你可以再稍加一点，哎，你可以再加一点颜色啊，还是这个3绿，还是用这个3绿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再稍加一点，嗯，对，3绿是覆盖色啊，是覆盖色。你看，如果你要单纯上3绿的话啊，你看我打个这个，做个这个比方吧。你如果你看这个山石的话啊，如果你不上3绿的话，不上那个底色的话，它的3绿出来的特别薄，对吧？它特别薄，然后它没有那个潜力去做这个底色，做一个衬色的话，它的颜色特别薄，然后这个颜色出来以后，它不鲜亮，哎，它不鲜亮。我们这个小青来说啊，从开始有小青的这个设色方法以后啊，就一直沿用，就是说我们需要用这个底色去做个衬色，我们才去上3绿3青，是这样的。它这样上出来以后，它的颜色一个是厚重明快鲜亮，
如果你单用3粒的话，你看我们3粒来说，它覆盖力来说虽然是特别强，但是它达不到那个鲜亮颜色，必须要用这个底色做个这个衬托。哎，然后远山啊，你看远山我们上了花青的地方，对吧？上了花青的地方，用一点点的三青，哎，用一点的三青去上啊，你看远山的地方，哎，用三青，大量的三青染一下远山啊，哎，染一点，你看是不是？你看我们要到这个大自然中，你看呢，是不是？你要看远山的话，它也是发这种灰蓝色，对吧？它偏向这个蓝色。哎，所以说我们这个古代的这个画家也是啊，他也是根据长时间的这个大自然中去观察，然后形成这个体系。哎，小青绿上什么颜色，浅酱上什么颜色，对吧？它是表现当时的这个自然这个景物，他才总结出小青绿啊、浅酱啊，对不对？它都是从大自然中提炼出来的。不是我们凭空想象的，不是说我想怎么着，对吧？它不是凭空想象的，它是根据大自然的这种变化。你比如说画秋天吧，我们为什么用浅酱？你看到秋天，你去观察来说啊，我们秋天是不是就是那种发那种黄色，或者土黄色，或者赭黄色，对吧？它是以那种山石那种颜色为主，所以说我们就用浅酱去表现秋天，对吧？赭石、藤黄、朱标，哎，它都是古人的总结出来的经验。哎，上来一点，哎，好的，你看啊，我们上小青绿的话啊，对吧？就是以三青不是三绿为主，哎，三绿为主，局部哎稍老一点儿这个三青色作为一个调节。主色调啊，你看我们主色调还是以三绿为主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我们主色调还是以三绿为主。哎，局部的有一点三青去点缀一下，哎就可以，哎稍微点缀一下，哎局部我们可以上一点三青。三青呢上的时候啊，你看我们局部上三青，也是上在这个山石的顶部，来一点调节一下，哎调节一下这个画面，是这样的。哎，上来一点，也是在这个山石的顶部来一点，还是整体的啊？你看整体还是以三绿为主的。哎，嗯，有声音了。欢迎朋友们啊！咱们前面因为有2张作品还没有画完，咱们正好今天晚上把前面2张作品完成一下啊。对，嗯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这是我们前面的作品，需要我们后期做调整的地方。看我们那个桃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第一遍的颜色稍微的浅一点，到后面我们等它干了以后再做颜色的调整。这个桃红的颜色用什么？用曙红啊，用曙红，稍加一点白色，
哎，白色不要加的太多，稍加一点就可以。哎，稍加一点就可以。第二次我们点色的时候，颜色让，对吧？颜色要稍微重一点。你看啊，稍微重一点，点在我们第一遍点色的，对吧？浅色的颜色上面。你看，点的时候让它颜色点的时候让它稍微晕开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微晕开一点。点的时候这个颜色不要太太干啊，不要太干。看，稍微湿一点，哎，让它颜色有一点晕开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微有一点晕开。这个颜色，第二遍的颜色稍微重一点，看，哎，稍微重一点，来一点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微重一点，还是啊，在我们钩的树干的这个范围里边去点，是不是？哎，还是这个位置去点，来一点，你看。第二遍的颜色，哎，我们第一遍的颜色，对吧？白色稍微多一点。你看第二遍点色的时候，哎，白色让它少一点，属红多一点，让它颜色呢，对吧？比我们开始的颜色要亮一点，是吧？哎，是要少亮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。还要注意它的什么？哎，它的颜色的组合，对吧？靠近树头的地方，哎，靠近树的外边。外轮廓的地方，哎，我们点的让它稠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让它稠一点。靠近树干的地方，哎，靠近树干的地方让它点少一点。哎，注意这个变化。你看，哎，看对吧？哎，靠近树干的地方点的少一点。哎，树的外轮廓的部分点的让它稍微多一点，稍微多一点。先把也是啊，点的时候也分前后，对不对？前后，前面我们的树干墨色稍微重一点，所以勾的时候点色的时候，让它颜色呢也稍微重一点。你看啊，哎，稍微重一点。我们这个山石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山石的部分，我们开始上颜色的时候也是小青绿的颜色，上的小青绿颜色，就是后批啊，我们不用去着色，就把我们需要加颜色的地方，我们做后期的调整。哎，后期的调整，看对不对？哎，小树枝，对吧？我们小桃枝出的密的地方，哎，你看加的这个地方，加一下，哎，稍加一点。看啊，前面你看对不对？哎，前面我们墨重的地方，哎，颜色点的时候稍微让它重一点，哎，那稍微重一点，你看，哎，靠近树枝的地方，哎，浅的颜色，浅颜色，要注意它这个形状颜色的变化，哎，要注意它形状颜色的变化，看点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点的时候让它，对吧？颜色可以印出来一点，对不对？颜色不要太干，尤其我们点这个粉色的时候，也不要点的太干，一定要稍微的水分，有一点水分，感觉这颜色湿润，对不对？哎，感觉颜色湿润，不要说点出来桃红的颜色都是特别干的颜色啊，一定要注意它水分的这个掌握，哎，稍加一点，
看，哎，我们在这个原来有第一遍颜色浅的地方加一点，它也是分成这个，对不对？它也是分成这个一组一组的花瓣，是不是？它也有一组一组花瓣。点的时候，你看，我们画桃树，它也是有一组一组的组合，根据我们小树枝的组合，哎，我们也这个点的小桃花，对吧？也要有聚散的变化，也是看也是一组一组的去点，哎，一组一组去点，看对不对？哎，它也是一个小的组合，它的花瓣也是有小的组合。哎，再来一点，嗯，到看靠近树干的地方，对吧？靠近它这个桃树主干的地方，哎，颜色让它浅下来，哎，让它颜色浅下来。就是小枝，你看它的外轮廓颜色让它稍微重一点啊，让它稍微重一点。曙红，哎，少来一点，哎，少来点曙红。你看啊，曙红，对不对？哎，曙红加什么？加这个白色，稍加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。看，加一点白色，加一点白色。哎，点一下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点的时候，看这颜色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水分，哎，水分不要太干，要有水，要有水分啊，稍加一点水，点出它花瓣啊，对吧？水灵灵的才行，要注意这个颜色。到后面你看啊，我们前面的桃树树干相对来说墨色比较重，到后边以后，你看到中景的部分，它的桃树墨色是这个比较淡，所以说我们调颜色的时候，随着墨的变化，哎，颜色也稍浅一点，稍浅一点，你看，哎，稍浅一点，也是啊，点在我们重的颜色，点在这个桃树的外轮廓，哎，你看啊，就点在我们的外轮廓，它这个点那个花瓣的方法，是不是？哎，和我们点那个画这个树的时候，它不是点叶的部分，是不是也是啊？外轮廓的地方颜色墨色稍微重一点，也靠近树干的地方颜色稍微浅一点。我们点颜色也是，你看点桃花是不是？哎，它的外轮廓颜色要稍重一点，鲜艳一点。你看靠近它这个主干的部分，稍微颜色浅一点，哎，颜色浅一点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每一棵树的这个组合，对不对？哎，一定要一组的一棵树一棵树去点，不要说就是混点啊，对吧？不要漫无目的的去点，看一定要一组一组、一棵树一棵树的去完成。哎，一定把树的这种空间关系，对吧？空间关系要分出来。哎，稍加一点，嗯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注意一下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点的颜色都是点在它的外轮廓，是不是？哎，都点在它的外轮廓。哎，点到这儿，相对来说，你看对不对？前面颜色和我们后边这个桃花的颜色是不是？哎，稍浅一点，颜色它有一个变化啊。
它有个变化。不要说前面的颜色，后边颜色，看我们墨有变化，对不对？颜色也要随着墨的变化去变化，有深浅的变化。我们墨有浓淡的变化，颜色有深浅的变化。哎，过来，你看，哎，看一组一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点的时候一定要一棵树一棵树的去点，把树的前后这空间层次分出来，哎，分出来。点完以后，看啊，点完桃树以后，我们画什么呀？把船的位置的颜色上一下，赭石，对不对？我们船啊，都是以赭石为主去上，都是以赭石为主去上。赭石，哎，稍加一点，你看啊，赭石稍加点什么？你看，稍加一点淡墨。我们上船的时候啊，稍来一点淡墨。稍加一点淡墨，橙黄。看啊，染船的部分，船篷，哎，先染船篷，赭石，船身。哎，染船的时候啊，没有别的颜色，好多这个我们这个画里边有船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哎，都是以赭石为主，哎，都是以赭石为主。你看它的斗笠，对不对？也是啊，赭石，赭石，嗯，后边的小船，哎，注意啊，我们后边小船有船帆的地方，对吧？就留白，船帆不要上颜色。哎，赭石。下边你看后边的小房子，哎，小房子，你看啊，把我们这个窗户还有门的这个地方赭石，哎，去染一下，然后墙面的结构赭石复勾一下，哎，去复勾一下，哎，前面的小路，对不对？哎，小路稍勾一点，提一下颜色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微提一下颜色。看啊，它这个房顶的位置，我们常讲这个江南水乡，对不对？哎，江南水乡，灰瓦白墙，哎，灰瓦白墙，这时候你就用花青，哎，单纯的花青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哎，单纯的花青就可以，调一点花青，嗯，哎，上到它房顶的地方来一点，哎，来一点花青，哎，看，对不对？哎，加点花青以后，和后面的桃树，对不对？你看颜色形成一个，哎，很强烈的对比。这个颜色，对吧？形成一个对比的颜色，对吧？前面的花青，发一点灰蓝色，后边的就是桃红，比较亮的颜色一对比，哎，这就是我们画面的点景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我们说的啊，画眼的地方。那先看到，对吧？先看到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庄，嗯，到下面淡的这桃红颜色，把树这个树干的地方，哎，渲染一下，哎，渲染一下，
哎，我们强调就是什么？你看，尤其我们画船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水面要打湿的话，不要说那时候上颜色，它会就是颜色会阴出它的结构，对不对？阴出它的结构，要等它干了以后啊，干了以后我们再去上色。哎，点你的人物，你看啊，用什么？点的人物用3清，你去染。你看啊，我们点你的人物衣服的地方，哎，用3清去染一下。哎，你看，哎，3清的颜色，哎，去染一下这个人物的这个上衣部分，对吧？上衣部分，看，如果颜色不够，对吧？你看，我们可以在这个船舷的地方，哎，稍加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颜色。这是后期啊，后期我们画面调整的时候也是根据，对吧？根据我们画面需要，该加的地方加，该调整的地方调整一下，对吧？你看我们这个桃花的地方，第一遍上颜色相对来说比较淡，对不对？哎，后边我们再加一点颜色，哎，它的花瓣的层次，对吧？花瓣的层次，哎，就能分出哎一组一组的花瓣的关系。看这样，我们点好啊，点好桃花以后，哎，你看它有什么？哎，现在就是我们画的是什么？哎，就是一种这个桃花的还没有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什么呀？到后边用白色，哎，看啊，我们用白色稍加一点，哎，点一点白点，对吧？白色的盛开的啊，桃花，你看，哎，可以点一下。点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哎，不要整个去点，哎，不要整个去点，在我什么？哎，在我们这个也是在一组一组的，哎，花瓣的中心部分，你看，哎，在中心部分，哎，加一些白的花瓣，这就是哎要画盛开的桃花，对不对？哎，盛开的桃花就加一些白色，哎，用白色点一下，哎，用白色点一下。我们前面啊，前面画这个我们画这个江南的水乡，是不是？画江南水乡，好多这个带桃花，然后后边有这个白点的地方，就是花瓣的地方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先点一些重的这个曙红或白色，调到粉色以后，哎，再用白色，哎，再画一下它的花瓣，点一下它花瓣，它的层次，对不？更丰富，哎，层次更丰富。你看，层次更丰富。点这个白色的时候，哎，注意啊，我们点白色的时候，这个白色稍微的让它重一点。你看，哎，稍微让它重一点。哎，它的看桃树它的层次，对不对？更明显，哎，更明显。少点一点，看分出它的，对吧？分出它的一组组的花瓣儿。
我们不点的白色的，就是说啊，它就是还没有盛开的这个桃花。哎，加了白色以后，就是我们盛开的这桃花的这个表现手法。哎，点一点，嗯，点一点。哎，中景的地方，哎，也可以加一点，就这样，哎，稍加一点。不同的这个桃树，对吧？它不同的季节表现的这个颜色表现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。你看这样，就是我们还没有桃花还没开的这个桃树，点了白色以后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桃花盛开的这种季节桃树的表现方法。哎，桃树的表现方法，前面可以点的啊，白色，对吧？深一点，到后面看啊，到后边随着颜色的深浅变化，我们到后边白色也稍微的浅一点。哎，这是啊，我们这个画的江南春色，它桃红的桃树的啊点色方法。哎，我们画的时候，比如说要画这个瓶盖的话啊，你可以等它干了以后，哎，我放平去点，这个颜色稍微的可能是比我们这样点要这个要厚一点。我们这个第二点的时候，颜色加不上去，有的地方，你看，哎，有的地方加不上去，因为画的时候，你如果用瓶盖的话，这个颜色比较好加。你稍微看点的稍微稠一点，这样啊，也是加在我们这个树形的外轮廓上头，对不对？哎，加在这个地方，哎，这个桃树你看啊，它分的3个层次。第一遍我们是浅一点的桃红颜色，上完以后干了以后，哎，我们稍微上一个重一点的颜色，上完以后，对吧？可以再上一点这个白这个花瓣，哎，白的花瓣。欢迎朋友们走进直播间啊！我们今天是把前面有2张画完善一下，因为前面有2张没画完，所以咱们临时的晚上播一会儿。咱们新朋友们喜欢山水作品，喜欢这个国画的朋友们，也可以点个关注，加个粉丝灯牌。我们开播就会有开播的提醒啊。我们一般的每天都会有咱们的直播，与大家分享我们的花鸟绘画技法以及我们的山水的绘画技法。点个关注，加个粉丝灯牌，开播就有开播的提醒和推送了啊。新朋友们别忘了点个关注，左上角就可以点关注啊，点上关注，开播有提醒和推送。今天呢，这一幅呢还是我们一个4尺整张的，画完了吗？这个好的，今天是个4尺整张的啊，是我们前面的课程里的一个内容。因为有一点还有没有这个细节的地方，因为前几天老师没有完善，所以咱们把它去完善一下。对，过2天就给大家传到课里面了，大家就可以到课程里面去看这个全过程的那个创作过程了啊。这个啊，我们可以在这个云的地方，哎，稍微加一些小鸟过来，哎，加一点小鸟。看，哎，我们画的时候一笔啊，一笔画出个小鸟来。哎，注意它的聚散关系，对不对？哎，要聚散关系。好的，哎，完成以后啊，
我们踢块也是啊，这个画面在我们的左上角去踢块，这样的。到它干了以后，我们做看前面颜色，等它干了以后，我们再做踢块，到后期的踢块啊。